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重点来解读川普总统签署的对香港的这个香港自治法和白宫的行政命令，就是对香港有哪些影响。那么这个一国一制和一国两制，它现在还有什么区别？也就是川普总统签署这个法令之后，香港从此以后已经完全沦落为跟中共大陆所统治的任何一个其他城市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再也没有一国两制，再也没有香港的特殊贸易关税地位，再也没有亚洲的金融中心，再也没有我们过去心里面所知道的那个东方民族的香港。Today, I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ending U.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No special privileges, no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and no export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Their freedom's been taken away, their rights have been taken away, and with it goes Hong Kong, in my opinion, because i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free markets. A lot of people will be leaving Hong Kong, I suspect. 川普他在昨天他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制裁中共法案的香港自治法，并且呢发布了2个总统令，这2个总统令都是对中共出台国安法，对他一个具体的一个制裁措施。根据川普总统的总统令，香港呢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个东方民族的香港了，香港现在只能是跟中国大陆一个普通的城市，最多算是一线城市。那么香港它过去曾经和中国大陆不同的所有的优惠待遇，所有的特殊待遇已经完全全部取消。那么也就是美国现在也不允许出口任何敏感的这个用品、科技用品，包括一些军用品到香港。过去呢，中共呢是利用香港这个跳板，是可以什么？当美国管制的商品呢，中共大陆是得不到的呢，通过香港可以这么去做。那么目前来讲，这个所有的优惠待遇、所有的特殊关税呢，全部取消了。后面呢，我会跟大家一一去讲。也就是自从川普总统昨天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以及发布了白宫这2个行政命令之后，那么香港已经完全回归中共的怀抱，也就是香港97年那个只能算半回归，现在就算是完全回归中共的怀抱，也就变成了完全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红色暴政城市。可以讲，中共是求仁得仁，因为终于盼来了祖国山河一片红，铜锣湾呢是一片红旗招展。可以这样讲，礼崩乐坏在香港已经完全实现。现在铜锣湾民众的那么高兴，他们兴高采烈地迎接香港回归中国，也就是他们愿意纳入中共的铁蹄蹂躏之中。中共对中国大陆已经疯狂暴政已经有70多年，香港民众这一部分在铜锣湾热烈拥护中共国安法，愿意投入中共大陆怀抱的这些人，他们将会很快和中国大陆民众一样，可以讲处在中共的铁蹄蹂躏之下，是一片水深火热。所以说，香港民众从此苦难的日子已经完全开始了。可以讲，没有像习近平这么无耻、这么愚蠢的。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可以讲英国无数次要求毛泽东和周恩来把香港收回来，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愿意收的。可以讲，因为香港是可以提供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个人享乐，他们享受资本主义的一个窗口。曾经英国就逼迫周恩来把香港收回来，周恩来是请示过毛泽东的。毛泽东就跟周恩来讲说：“恩来啊，那香港怎么能收回来啊？香港收回来的话，我们那些黄片、毛片还到哪看啊？我们那些新药品啊，怎么去进啊？高级干部要享乐的那些新药、那些兴奋剂，还从哪里弄来啊？所以香港怎么能收回来呢？香港就留的。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留的香港什么？是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也就是供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他们个人享乐的。可以讲，西方资本主义那些流行的各种高级的补品，那些黄色用品，那个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可以通过香港弄进来，然后呢，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他们个人赢乐的。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保持着香港，他们不愿意香港收回来，香港可以给他们提供特殊需要，
而中国大陆老百姓，你们反正又吃不上，你们反正也看不到，你们到哪去看到毛片啊？所以毛泽东建政以后到毛泽东死，他统治的那几十年，香港毛泽东只是把它作为他自己共产党赢了他们所需要留的这一个开放的窗口，他们不会愿意把香港收回来。那么等到邓小平以后，邓小平为什么要收回来呢？因为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香港如果不收回来，那么邓小平他的所谓这一部分人，基本上就是中共这些开国元勋的子弟啦，也就是邓小平他们的儿女啦。这部分人要富起来的话，必须要利用香港能够提供的这种特殊地位、特殊待遇，以及香港的特殊贸易关税地位，把它回归中国以后，由中共控制主权以后。中共更可以让他们的太子党到香港抢先布局，也就是把香港最好的资源完全占用了。因为过去这些资源都被香港本地的资本家，类似于像李嘉诚、胡云东这种人被他们占有。那么现在中共要在里面分一杯利益，所以说邓小平要收回的目的，邓小平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让他们中共的权贵子弟富起来，所以邓小平要收。但是邓小平收香港，邓小平对香港是有一个基本界限的。也就是邓小平要拿回香港的主权，拿回香港的国防和外交。他对香港规划的还是希望香港叫做马照跑，舞照跳，资本主义照样运行，拥护不拥护我们不重要，因为邓小平要主权，要外交，要国防，你们香港老百姓不拥护我们。邓小平心知肚明，因为香港的所有老百姓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搬迁过去的，这一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被共产党压迫、破坏、镇压的，这些人对共产党是有仇的，所以说这些人不会拥护你。那邓小平无所谓你们拥护不拥护，我们要的是香港的特殊地位，我们要的是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我们要的是到香港去布局。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儿女到香港先富起来，所以到邓小平他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并不是马上要毁坏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有了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恰好跟中共大陆的他这个专政的红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这个双轨制，而这两个制度，邓小平可以运用香港的这个制度，把这两个制度里面所有的优越性，邓小平全部占有了，给中共高层占有，普通老百姓你也没有的。所以说，对于邓小平来讲，香港通过这种方式把它作为行政特区来收回，然后继续享有资本主义制度，让中共的权贵可以在香港违法欲为，他们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邓小平他对香港收回来，他提出过一个50年不变，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你们资本主义拥护不拥护我们不重要，这是邓小平的想法。但是你换了习近平这个250就不一样了，习近平他就认为你香港人什么拥护不拥护我们不重要，很重要，你们哪怕是心里面不拥护，嘴巴上要拥护，我管你心里面拥护不拥护，我管你们对我们有没有仇，我就要镇压你们这些有仇的人。所以习近平对香港的态度就是跑什么马跳什么舞，都给我在家里面做中国梦，每个人都得拥护我管你心里拥护不拥护，表面上你得拥护，先把国安法给我实施掉，那么国安法就实施了。国安法实施以后，大家就知道整个香港就完全破坏掉了。当香港被破坏的时候，中共是做了一个研判的，中共是想过美国可能不可能出台这个香港自治法，美国可能不可能愿意牺牲他自己庞大的利益，然后在香港取消香港所有特殊关税贸易地位，取消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毁掉这个香港的东方民族。因为中共现在是说美国毁掉，他不说是他毁掉，明明是那么好的一个香港被中共亲手毁掉，他说是被美国人毁掉，他是赌美国川普会不会签这个法案，美国会不会实施对香港完全取消特殊贸易关税地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美国巨大的利益嘛。问题是美国现在终于靴子落地了，也就是川普总统昨天终于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终于确定对香港取消所有的香港区别于中国大陆城市里面的任何的特殊待遇，完全没有了。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which I signed this afternoon, passed unanimously through Congress. This law gives my administration powerful new tools to hold responsible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entities involved in extinguishing Hong Kong's freedom. We've all watched what happened. Not a good situation. Their freedom's been taken away, their rights have been taken away, and with it goes Hong Kong, in my opinion, because i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free markets. 可以讲，曾经的东方民族今天就被中共毁于一旦。我可以讲，我看到香港当年的繁华，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曾经的香港的繁华。可以讲，从我们小的时候，从我们记事的时候开始起，就知道香港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美妙，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城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片，是1927年的香港中环，当时
100多年前，香港的中环就已经可以讲那么繁荣、那么发达了，可以讲这么好的一个城市，经过英国文化熏陶了100多年，香港民众已经成为最有素质、最有文化，也是经济富裕，同时最有正义感的一批民众。而就是这么一批那么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中共他今天就把香港民众镇压了，然后出台了国安法，对香港民众无耻的镇压以后，让很多精英们不得不选择流亡海外。可以讲，中共当时收回香港，在收回香港之前，他们对香港人民是做了他们的承诺的。他们签订中英香港声明，不仅对英国做了承诺，跟英国有了合约，而且是对香港人民做了承诺，对全球人民做了承诺。我多次回顾1997年7月1号那一天，香港交回中国，彭定康代表英国政府把香港交回中国的那个历史画面。This was a moment he had long prepared for, and yet when the last post was sounded, Governor Chris Patten struggled to contain his feelings. The Governor is a lover of the pipes, and this Highland Cathedral his favourite tune. His daughters watched, captivated by the moment of history. As the Governor left, he held to an old tradition, driving 3 times around the house. It is a Chinese tradition, a promise that says, I will return. Britain learnt long ago that Hong Kong people know best what is good for Hong Kong.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on Hong Kong today. I wish you all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and a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 It has been the greatest honor and privilege of my life to share your home for 5 years and to hav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future. Now, Hong Kong people are to run Hong Kong. That is the promise, and that is the unshakable destiny.纪录片，我看到彭定康2个女儿在离开香港时候那种依依不舍、那种泣不成声的表情，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你看完香港这个纪录片，你回顾当时的历史镜头，你就可以想象香港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城市。无论是香港750万民众，他们多么珍惜他们自己曾经生活的城市，也是大英帝国对中国他们所讲的话，也是大英帝国对中共所讲的话，对他们这个殷殷期待，认为中共你是会兑现中英香港声明的，更是14亿中国民众他们对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种万分的欣喜，同时保持着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使香港成为一个民主的灯塔。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应当从香港起步，这是我们多少代人所期待、所努力的香港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灯塔、自由主义的阵地，今天被中共完全毁掉了。可以讲，多么美丽的一个香港，曾经多么璀璨的一个东方民族，就给习近平这个250亲手把它毁掉。但是你毁掉就要付掉你毁掉的代价。
毁掉的代价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谈一下川普的行政命令里面对香港制裁的具体内容。川普发布了2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里面具体对香港它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我分别跟大家做一个解读。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不把它讲得很复杂，我只是把里面具体的条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就是川普的行政命令里面规定了，所有香港参与国安法制定的个人团体，包括银行，都将是被制裁的范围。同时宣布香港跟中国大陆普通城市一样，没有任何特殊的优惠待遇。第3个就是禁止向香港出口任何敏感的高科技和军用产品到香港。因为过去呢，中共是利用美国对中国有很多管制产品的，这些管制产品往往涉及到是高科技的、网络的或者是军用的产品。那么香港是没有禁止的，所以中共呢通过香港是可以得到这些产品的。那么现在美国就关上了这个大门。那么同时第4条，川普就宣布香港的关税从今天开始起就已经跟中国大陆的关税完全相等。过去香港的关税不是这样的，很多得到美国的免税的。那么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自从中美贸易战以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基本上都有很高很高的关税。那么现在香港跟中国大陆一样，享受一模一样的税率。那么第5条就是撤销香港护照的特殊待遇，也就是香港护照过去是有别于中国大陆护照的，香港港人持他们香港护照可以随时到达美国，并且到达美国获得和中国大陆护照不一样的在美国居留、教育、读书、购物、购房所不同的待遇，现在呢就完全被取消了。第6点就是取消了香港部分管制产品的特殊许可证。这个所谓特殊许可证，还是指的一部分特别对中国大陆限制的产品。过去香港呢，因为有这个许可证呢，香港呢就可以进口。那么第7点呢，是终止了香港和美国的引渡条约，也就是中共过去中国大陆跟美国是没有引渡条约的，但是通过香港可以发出它的引渡条约，发出它的红色通缉令。那么美国按照引渡条约的要求，是应当把中共通过香港发过来的引渡令，把中共的一些犯人把它移交给香港的。现在这一条引渡条约完全被停止。第8条就是完全停止美港两地的警方训练合作。过去呢，美国和香港呢，双方的警察都到对方进行训练合作、训练交流。那么现在这个就完全停止了。第9条是终止了中港双方的教育项目的交流，也就是香港的留学生、香港的同学，像过去他们可以到美国获得很多特殊的、有区别于大陆的这些特殊教育的通道，现在完全被停止了。同时，川普已经宣布了，为马上到来的香港大规模的移民，美国政府已经预留了他们政治庇护的难民名额。这也就是川普总统在行政令里面，他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对香港制裁的这些具体的措施。那么，川普昨天同时还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那么，香港的自治法案它是涉及到9大具体制裁的措施。这个9大具体制裁的措施呢，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第一个，所有跟香港国安法执行的中央政府的官员、香港本地的官员，以及执行国安法、维护国安法香港本地的军警特各种人员，他们本人都在制裁范围。所有被制裁的人、制裁的单位、制裁的银行，他们通通第一是不允许持有美国的物业，就是这些人不可以在美国购买任何房产、购买任何不动产。第2个是取消这些人的签证，这些人不可以入境美国。第3个是禁止这些人在美国获得任何信贷，这也就是说，很多人通过企业想方设法获得美元、获得美资的各种贷款，这是没有了。第4个是不允许他们个人投资美国债券，也就是这些人你想买美国国债不可以买。第5个是不允许他们持有美国任何政府的基金、政府的贷款，就是他们不可以作为股权人去购买美国的政府基金。第6个是禁止这些人进行各种外汇交易。第7个是禁止他们在美元区获得各种信贷和他们的支付功能，也就是只要你用美元去支付，只要你用美元去流通，通通是被禁止的。第8个是禁止提供各种软硬件和技术服务，也就是你不要想获得，不管你是本人还是单位还是银行，都不可以获得美国的软硬件和技术服务。第9个就是禁止投融资，禁止买卖股权，禁止上市。那么很简单，就是你被制裁的人，你是不可以进行投融资的，你不能买美国的股票，不能买美国的债券，你更不可能在美国上市，你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公司控股的任何一个股份公司里面的股东，就这么简单。也就是香港自治法案，它一下子就把所有对中共、对港府所制裁的人，他们个人跟美国有关联的所有的权益，通通剥夺了。那么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之后，美国今后跟香港
不管是他们引渡了、敏感技术了、关税了、进出口了、旅游了、金融了诸多方面，完全就跟中国大陆普通城市一模一样，再也没有任何优惠待遇了。所以说，美国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中共可以讲叫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华春莹就在昨天，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华春莹又发表了他对美国的抗议。美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将美国会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美方的法案恶意地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威胁对中国实施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的干涉。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的谴责。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美方阻挠实施香港国安法的图谋永远不可能得逞。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不得实施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对相关责任人，我们一定要制裁反击了。最大的相关责任人是川普，你对川普制裁啊；最大的责任人是蓬佩奥，你对蓬佩奥制裁啊；最大的责任人是众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你制裁啊；最大的责任人是参院多数党的领袖赵小兰的老公麦康奈尔，你制裁啊。为什么不敢啊？你给川普发制裁令嘛，不允许伊万卡到中国来嘛，不许川普到中国来吃毒食品，不许川普到中国来呼吸毒雾霾，不许伊万卡的儿子到中国来打毒疫苗，来吃毒奶粉，你制裁嘛？为什么不制裁呢？你能制裁到什么呢？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就有记者问过川普，就说你有没有和习近平要通电话的想法？川普说 no， 没有这个计划，不可能跟着习近平再通什么电话。Thank you, sir. I wanted to know, when's the last time you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and do you plan to speak with him in the near future? No, I haven't spoken to him. Well, no, I don't. I have no plan to speak to him. 所以说，川普现在已经斩钉截铁告诉全世界，跟中共现在就是按照他签署的这个香港自治法案和他签署的白宫的2道行政命令，对香港国安法就做出严厉的打击。跟中共就这个态度，你中共你亲手毁掉香港，你毁掉香港，你就要付出代价。华春莹讲的对相关责任人的制裁和打击，只不过是给中国的小粉红给他们打打气，给他们提振一点爱国热情。制裁谁啊？最大的责任人是川普，你制裁吗？最近中共外交部的这些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也好，华春莹也好，不断的要对人家美国制裁。先是制裁了人家美国4个议员，后来又制裁人家美国的军售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今天又叫嚣的又要对人家制裁了。制裁有什么效果吗？美国被你制裁的议员怕死了，人家卢比奥他对制裁是怎么回应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就专门去采访了卢比奥，就问卢比奥参议员啊，现在中国对你制裁了，制裁以后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啊？中国去不了了，要换器官，中国不给换了，换不了了。卢比奥告诉大家，身体好得很，没有必要到中国去，更不期待中国活摘别人的器官。说实话，这个制裁对我来讲根本没有一点作用，我根本没有到中国到北京去的计划。但是我为我被制裁感觉到骄傲，因为任何时候被一个专制国家上了他专制国家制裁的名单上，都可以显示你已经站在了正义的一方。这就是卢比奥参议员给中共的回答：你制裁啊！可以讲，美国所有被中共制裁的这些参议员、被制裁的这些政治人物们，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高兴，因为表示他们完全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他们支持的香港人民的正义。而中共他这个香港国安法，可以讲最拥护他的是香港高官。为什么香港高官都盼着在香港执行国安法呢？为什么香港像梁振英、何君尧，包括像成龙、谭咏麟、曾志伟这样的艺人，他们都盼着在香港赶快实行国安法呢？因为一旦实行
行国安法以后，香港就一国一制了哇，他们在香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哇，就可以贪赃枉法了哇，就可以强奸民女了哇，干任何事以后有共产党保护他们了哇。过去他们只能到中国大陆去犯奸做客，在中国大陆有共产党保护他们，但是在香港他们都是劣迹斑斑啊。你像梁振英，他过去在香港犯了事，香港马上就有廉政公署要处罚他。现在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有国安法了，共产党就已经是一国一制了，共产党保护他们贪污啊，保护他们强奸幼女啊，所以说梁振英现在就可以逍遥法外了。为什么梁振英他对在香港要追查那些勇武派，他要出那么高的赏金？为什么盼着这个国安法在香港赶快实行啊？梁振英自己可以讲叫劣迹斑斑。他在任职期间就涉嫌收取香港的一家叫做 UGL 的公司5000万港币，他被香港已经立案调查了6年。一开始由廉政公署调查，后来廉政公署调查呢，中共就在里面干涉，然后就被亲共的议员主导的立法会成立一个专责调查委员会。现在有了国安法了，他们这个调查委员会就在礼拜3，也就是15号就宣布放弃调查了。他们找的理由就是专职委员会无法发掘当时的事实。怎么发掘不了啊？他们就决定现在结束工作，不再调查，到此为止了。因为有了国安法，就让梁振英这一类的贪官，让林郑月娥、郑若骅这一类的贪官，你们就尽情的贪吧，你们看到哪个女的，你们就上吧。中共保护你们犯罪。所以说，梁振英他曾经这5000万涉嫌这5000万贪污的事情，到了共产党现在就把他保护住了。你说梁振英这一类的人，他们能不盼到香港实现国安法吗？所以说，中共的高官他们之所以这样去在香港要搞他们的红色统治，就是中共利用他们自己这些高官们，他们个人有特权，有特权他们就有法外的权利，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可以贪赃枉法，可以强奸民女，他们可以办一切别人想办别人不敢办，或者是违法的事，别人办了以后别人就要下监狱，而他们可以逍遥法外的。华春莹在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之前，也就是2019年5月份，当时他马上要担任司长了，有人向外交部的纪检委反映，华春莹夫妇在加州旧金山湾区有一处高档房产。这以后，中纪委驻外交部的纪检组组长叫张继，他就约谈了华春莹。华春莹他当时就解释，这处房产是2015年购买，是用于他女儿叫繁华的留学居住。而且他每年都填写了外交部领导干部廉政报告，他已经向领导汇报了，他没有隐瞒，这是华春莹讲的。也就是华春莹，他身为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他每天在批判的美帝国主义，但是他首先到美国先去买一处高档房产，他还被人举报，而且举报人有人说可能就是耿爽了。那么耿爽现在已经是联合国的副代表了。耿爽到美国来，第一件事，他就把他女儿带到纽约来上学了。美国不是人权很恶劣吗？美国不是每天炮火连天，黑人遍地抢劫吗？那么危险的纽约，怎么能把女儿带到纽约去呢？不怕被美国黑人强奸吗？你们外交部原来的那个红卫兵外长李肇星不是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5倍吗？这么既然中国人权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那么低劣的美国去呢？你看李肇星他是外交部长，他带头，他的儿子叫李和和，李和和是早年就被李肇星一边高喊着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一边把他的儿子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去上学。所以李和和后来就娶了总政歌舞团阎维文的女儿叫阎晶晶，这2个人已经结为夫妻了。这也就是李肇星红卫兵外长，他带头这么做，嘴巴上高喊着中国比美国人权好5倍，然后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人权比中国低劣得多的这个美国去读书。紧接着接任他的外交部部长叫杨洁篪，杨洁篪把他自己的女儿叫杨家乐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去读书。也就是前有外交部长李肇星，后有外交部长杨洁篪，那么华春莹当然跟到了，所以华春莹的女儿就送到了美国加州，在加州他的女儿叫繁华购买了高档房产，在美国读书。现在耿爽又把他的女儿带到纽约去了。也就是你看看中共这些官员，他们一边告诉老百姓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5倍，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消灭它。一边在消灭着他们的同时，一边把自己的儿女全部送到美国去读书，全部到美国去置办房产。所以对这些口是心非的这些人，中国还有很多小粉红为他们鼓舞，为他们欢欣，为他们叫好。现在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权法案以后，中国整个社交网络上一片开心啊，香港终于归我们了，香港终于一国一制了，香港
党从此属于我天朝，跟我天朝一模一样了，他们开心死了，跟你天朝一模一样了，无非就是多了750万的奴隶哇，他们又多了750万的奴隶给共产党统治，他们很开心啊。也就是中国那些跪下来的人，他希望把那些拉着站起来的人，通通把你们拉着跪下来，你们跪着，你们给刽子手跪着，你们求饶刽子手，刽子手可以晚点杀你们，我们就岁月静好，我们出来还早。所以中国这些所有的顺民，他们自己在做奴隶，他们希望香港人也跟他们一样做奴隶。香港人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的反抗，不是他们不畏强暴，中共他会出台国安法吗？就是因为香港人民他们不屈不挠，他们浴血奋战，他们虽然中共今天用国安法去封锁他们，但是香港人民的意志中共是扑不倒的。在美国和全球正义人民的支持下，香港人民一定会团结起来，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战胜共产党，我们最终一起会推翻共产党的这个邪恶的暴政。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